习近平制造业强国的声音在党媒喋喋不休，央行等7个部门似乎明白了什么，赶紧联手，要对制造业的高端化、智能化提供金融支持，摆出甩开膀子大干一场的架势。这里戏份很足，演给谁看？当然是坐在党魁位子上的习近平。超越美国一直是中共的目标，轮到习近平，他觉得时机差不多了，应该有行动力了。什么民族复兴、中国梦都出来了，制造业强国也在他的盘算之中，成了他走到哪儿就念到哪儿的絮叨，让中国经济的天平大幅倾斜。中共终于有了自己的航母，有了电动车和机器人，可中国普通人的生活正在崩溃，没有工作，没有收入，年轻人不敢结婚， Z 世代很可能是最后一代。这里是大时局要闻透视，我是月音。中共党媒《人民报》8月5号报道，习近平下车间看生产线，说坚持实业发展，这条路是走对了。党媒宣称，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兴国之器、强国之基，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同一天，中共官媒央视新闻报道，今年7月，习近平在山西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表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官媒同样强调，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党媒《光明日报》也在8月5号提出大国重器的概念，说这是科技创新能力和综合国力的集中体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驱动力。声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中共党媒、官媒喋喋不休的宣传，让中共下边做事的机构忙活起来了。这不，中共央行、工业和信息化部、发改委、财政部、金融监管总局、证监会、外汇局联合印发关于金融支持新型工业化的指导意见，要加强对5G、工业网际网络、数据和算力中心等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中长期贷款支持。文件提出，到2027年，支持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的金融体系基本成熟，股权融资水平显著提升。例如，对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的科技企业的上市融资、并购重组、债券发行绿色通道等等。这只是一副诱人的画饼，在实际操作上和运作的当中，问题总是源源不断。比亚迪是中国比较成熟的电动车制造商，目前正面临股价下跌的困境。日经亚洲报道，周二，也就是8月5号，比亚迪在香港上市的股票下跌超过2%，此前周一创下4个月来的新低，与5月的高点相比，股价累计下跌约28%。与此同时，比亚迪在深圳上市的股票持平，徘徊在6个月以来的最低点。根据公司8月1号发布的数据，比亚迪7月销量为344296辆，环比下滑10%，同比增长从6月的12%大幅放缓至0.6%。比亚迪今年前7个月累计销售汽车249万辆，仅完成全年550万辆销售目标的约45%。虽然中国车市通常在年末加速，但近期的趋势令外界质疑，比亚迪能否达成比2024年增长29%的目标。比亚迪上个月的整体放缓，凸显了中国电动车市场的激烈竞争，一些规模较小的车企表现反而更为亮眼。以性价比高著称的领跑汽车，8月4号股价创下3个月新高。此前其7月销量同比大增1倍以上，达到50129辆。比亚迪还因大幅降价，
促销备受外界关注。今年5月，公司宣布实施大范围降价，引发市场对中国电动车行业竞争愈发激烈的担忧。一些分析师认为，这样做的意图原本是想挤出市场上的弱势竞争对手，结果引起了业内同行、经销商甚至中共政府的强烈反应。中共工业和信息化部曾警告，价格战可能威胁市场健康和可持续性发展。中共政治局上周召开会议，强调要治理无序竞争，并管理重点行业产能。汽车、外卖和光伏被视为北京能否有效应对过度竞争、挽回企业利润空间的关键测试领域。8月5号，中共央行与6部门联合发文，宣称要加大对工业领域升级的金融支持，并着力解决内卷式竞争问题。有分析师预测，今年下半年将有一些小型竞争对手破产。中共倾力扶持的行业陷入恶性价格竞争，内卷激烈，让习近平的制造业强国蒙上了阴影，同时也使中共背上了沉重的债务负担，只能继续深入压榨纳税人的油水。中共央行属下的媒体《金融时报》8月4号刊文强调，要加强个人境外收入管制，境外买卖股票收入必须缴税。对于计税方式，文章说，股票交易频次高及价格波动大，如果按每笔交易计税而不允许抵扣亏损的话，税负较重，计算难度也比较大。为此，地方税务部门在征管时允许纳税人按照纳税年度盈亏相抵，但不允许跨年互抵。今年3月底，湖北、山东、上海、浙江等地税务部门发布了对取得境外所得未依法申报个税的纳税人开展风险应对的案例。例如，山东税务部门利用税收大数据，发现境内居民张某存在取得境外收入未申报缴税疑点，最终该纳税人补缴税款、滞纳金合计126万3800元人民币。此外，中共日前宣布，计划对政府和金融机构发行的债券的利息收入征税，这一举措令人意外。中共财政部税务总局8月1号发布公告，明确了国债、地方政府债券利息收入增值税政策的有关事项。截至6月底，中共中央和地方政府以及金融机构发行的债券余额占全国债券余额的近70%。对于这些债券征税，将为中共增加收入提供另一条途径。但现在中国经济状况十分脆弱，这样做也会提高融资成本，加重负担。这些都显示了中共政府的财力枯竭到了何等程度。只要能搜刮到的油水，不管3721，先收了再说。习近平心心念念的只有科技强国，不管财政多么困难，经济多么萎靡，超越美国这个目标不能变。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中共政府今年的科技预算大约是1720亿美元，比美国略低。根据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2024年的估计，包括企业投资在内，美国在2021年的研发支出为8060亿美元，而中国是6680亿美元。但习近平对科技强国的目标压住，让中国经济立足不稳，头重脚轻。中国普通老百姓生活的是越来越艰难，但军事力量却还在加强。美国新闻周刊8月4号报道，中共在建军98周年之际，公布了去年高调试射一枚可携带核弹头导弹的画面。中共官方媒体还披露了有关配备核导弹的潜艇的细节。北京方面也正式推出了第4艘075型两栖攻击舰。2024年9月25号，共军向太平洋国际水域发射了一枚携带假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经专家鉴定，该远程导弹为东风31AG。此次实验是北京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
首次进行洲际导弹全程试验。中共军方正按照习近平的指示加速核武器研发。中共的核武库位居世界第3，拥有至少600枚核弹头。与此同时，微信公众号南部战区8月5号消息称，近日南部战区海军某护卫舰支队通辽舰、郴州舰奔赴南海某海域，开展实际使用的武器训练，重点围绕对岸打击、对空综合防御、海上轻武器射击等内容展开训练。中共四处炫耀武力，但在经济上还是离不开美国。美国总统川普周二在受访时表示，中国非常依赖美国，如果美中双方没有达成协议，川普就不会和习近平会面。川普说，如果双方不会达成协议，见面有什么意义？同时，他也强调，美中现在非常接近达成协议。路透社报道，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上周表示，他认为美中之间具备达成协议的条件。在此之前，美中官员7月底在瑞典举行第3轮贸易谈判，试图解决经济争端，目标是延长5月中旬达成的关税休战协议。中国经济严重失衡，属于输血型经济。如果没有美国市场和欧洲市场，中国过剩的工业产品就没有人买。美国财长贝森特指出，中共应借助“15+5”规划的编制，调整经济结构，从出口外销型向消费型经济体转变。因为出口型经济具有侵略性，是对其他经济体的伤害。贝森特说，最新数据显示，中国经济正越来越远离消费驱动，转而依赖制造业。如果现状持续，中国那种以制造业出口为主导的增长模式，只会加剧与贸易伙伴之间的失衡。这实质上是通过出口转嫁自身的经济难题，是一种没有出路的经济模式，很快就会崩溃。他认为，中国已经是全球第2大经济体，不应该继续被当成发展中国家看待。中国经济早就应该完成毕业了。这里是大时局要闻透视，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